好，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全网首发带来 iPhone 13全系机模的体验。这个每年也是一个例行节目吧，这个大家也不用特别认真啊，就是当茶余饭后这个看个乐。我们已经是在供应链拿到了目前应该说是最高版本的这个机模全系啊都有，然后包括他们的全系配件可信度已经算是非常高了。这期主要为3个部分，你可以选择观看啊。首先是外观 ID 方面的变化，然后是内部配置和功能上的一些变化，还有最后一些购买建议，以及 iPad 还有就是 Apple Watch 更新上的一些预测。小白测评，博物馆真体验，机模反正也算是真体验吧。马上开始，记得3like本视频，点赞、收藏、投个币。左边我们放的是 iPhone 12的这个全系，然后这边呢就是 iPhone 13了。今年 iPhone 13全系的外观 ID 改变其实并不大，主要呢都是基于影像，也就是镜头模组的这个变化而变化的。首先这2个镜头是改了，然后这2个呢就是 Pro 系列呢，它仅仅是把镜头模组给加大了啊。我们对比一下这个 Max 这个其实是大了1圈啊，这也就意味着 Pro 系列它所有的这个壳子也都是不通用的。镜头模组的加大，你在 Max 上看感觉还算是 OK 是吧，并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你放在12 Pro 和13 Pro 上你就感觉这13 Pro 特别不和谐啊。所以我预估这个今年的13 Pro 应该还是那个被抛弃的亲儿子，因为你下面有这个13上面有这个Pro Max 这个它依然还是关注度相对会低一些我个人猜测，除了后置模组，大家最关心的应该就是前面了这个刘海是由这个35毫米呢变成了26毫米，它两侧呢这次是给收窄了，这个并没有像之前渲染图曝光的那样，上下的这个宽度上给收窄，上下宽度还是跟之前呢我们对比一下是差不太多的然后这次有个比较大的改变，就是它的这个听筒的位置是放到了这个金属中框和整个前面板玻璃的中间的位置，而且呢，我也产生了一个担心就是如果这个顶部这个位置有磕碰的话，你正好磕到了中间这个位置，是不是更加容易损坏这个听筒？其他方面呢，其实改变就很小了，比如说卡槽的位置呢，稍微往上提了一提其他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这次我们还拿到了他们的这个镜头膜这个是第三方生产的这个肯定是根据这个参数来的，也都是可以非常完美的契合上去的他们2个这个镜头模组呢是一模一样的，就是13 Pro 和13 Pro Max。另外还有就是这个13 mini， 它跟13一样也是把镜头这个对称斜放置了。其实在过去的12 mini 这一代它表现是非常差的，可以说，甚至为了这个屏幕呢，还给这个屏幕厂商好像是做了一些补偿，赔了一部分钱就是它并没有下单到足够的量。如果你把它当成主力机的话，它的电池确实是不行，哪儿都好，手感各方面都特别好，但是电池1天3充，这是妥妥的Pro 系列呢，它厚度增加了0.3毫米，这我估计应该是为了高刷把电池增加了一些本视频由小白优品 APP 独家赞助播出，全品类精品二手商城，生活用品5折起，能买也能卖，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OK， 下面内部的改编上呢，就更是根据这个各种爆料这个预测来的，大家就听一乐。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都打出来了，这次应该会更新的几个重要的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心心念念的这个 iPhone 啥时候上高刷这次呢，这个根据爆料呢，应该是 Pro 和 Pro Max 会上高刷，甚至可能只有 Pro Max 会上高刷。同时呢，还有就是 AOD 的这个屏幕长亮这个点上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比如说这个手表这个1赫兹这个显示既省电，然后也显示了这个信息，非常希望 iPhone 也会上这个功能另外就是 A15 处理器了，这就不用说了，这个秒天秒地秒空气移动端的处理器又是再更新一波。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为什么总觉得这个苹果手机就是要比安卓手机流畅，就是要比安卓手机用的时间长？首先，软件系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第二个就是处理器。其实每一代 A 系列的处理器都要领先高通或者说 MTK 甚至这个麒麟都是要领先他们一截的，甚至某些领域要领先一大截。有一颗强大的处理器是一切流畅的
最核心的地基。然后另外呢，就是它可能会加入1TB 储存的选项，这个是我个人也很期待的，因为网传啊，其实这个12系列就有这个1TB 的，只不过是它的工程机，然后没有最终的这个量产。还有就是这个 Pro 系列的镜头模组加大了嘛，这个 ProRes 的录制，这也是专业用户非常期待的，在这个 HD 和4K 的这个格式下，而且呢，这也就带来了更大的存储需求，所以说1T 如果能加入的话就太好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位移式的防抖啊，之前是这个 Max 上有的，那么13的 Pro 上面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加入，这也是专业用户期待的一个点。我个人最期待的啊，就是全系的人像视频。如果它这一代做好的话，可能又会引领手机影像的一个新的风潮。安卓这边我估计也会积极跟进的。这个就是基于这个 LiDAR 激光雷达扫描仪。这个东西其实之前苹果已经布局了好长时间了，从这个 iPad Pro 上面到这个 iPhone 上面，比如上代也有。但是你说用这个12 Pro 和12 Pro Max 呢，你在日常生活中有多少次用到了这个 LiDAR？ 很少啊。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一代应该要做出一些改变了，就是基于这个 LiDAR 能够做出来人像视频、人像的实时的这个虚化。这次应该也会发布新的这个 Apple Watch， 但是呢，根据这个最新的消息呢，这个 Apple Watch 应该是这个设计上出了一点问题，还是哪儿出了一点问题啊？它可能会延期发货啊，这个可能会等到10月的第3周啊才会发货。它外观 ID 方面应该就是全系做成这种直角边的，做一个外观 ID 上的改变啊。还有就是这个 Pad， 我这台是这个2020iPad 8，这一次终于啊，心心念念的这个 iPad mini 要这个更新了，它应该还是全面屏，但是呢，大家可能比较在意的这个高刷应该是不会上的，因为它Air 上面就没有高刷，当然也不一定啊，这个不知道苹果会按什么套路出牌。iPad 8呢，经过我们实测完了之后呢，打原神可能还是差点意思。如果要上 A14，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打原神应该也是一台神器，尺寸也比较小，而且它也会改成直角边，就是全系全部都改成直角边的这个产品。那么机签最强游戏机啊，这个位置应该也是预定了。OK， 下面就是首发的购买建议啊。其实通过这13的改变呢，感觉就是12，苹果它就已经做出来这种选择，就是把这4台机器分成了2拨人，这个专业的影像用户，还有就是大众用户，就是我对这个影像要求没有那么高，我用不到那么强的，那你购买12或者迷你就可以了。这一代就是更加给详细拆分了啊，这个13变得更加适应这个大众。我现在都已经能够想象到这个双11的时候，这个 iPhone 12凭借各种各样的价格来各种图榜的这个场景了啊，因为这代的13的改变并不是特别的大，然后尤其是外观 ID 方面，我觉得这个镜头，我觉得它这样竖着放过来也是可以的，它可能只是为了斜着放，然后做出来一些差异化。王守义说13香，我觉得王守义今年应该不会说13香啊，可能12会更像一些。按照过往的经验呢，13发布之后啊，12系列的价格呢并不会马上下跌，然后会有一下这个波动，大概是1到2个月之后，其实也就是在双11这个区间里边啊，价格就会下来啊，再加上双11的这个优惠，这个整个市场就会平稳下来，那个时候可能是你入手 iPhone 12最好的选择。如果你要是对影像有追求的话，那肯定还是选择最新的这个 Max 或者说 Pro。希望整个视频啪啪啪全部都被打脸啊！希望库克能够在发布会上给我们带来哇是吧，特别新颖、特别新奇的这个东西。但是现在看来可能性并不是太大。希望大家都能挑选到适合自己的手机。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思维。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一点帮助，欢迎给我们点赞转发，特别感谢。哦，对了。价格今年好像是也要涨啊，这台 Pro Max 啊最顶配啊可能会涨个1-2千块钱，哇，买手机确实很贵啊，拜拜。